我其实很希望我男性化，但其实我有低罩杯的胸部，然后我很不喜欢穿胸罩，然后我很不喜欢钢圈，就是我到底要不要穿它？乳房是一个女性很重要的性别的象征，它在整个历史的建构里面，男性或女性在争夺它的发言权。乳房应该要长什么样子才是美的？我到底要穿胸罩吗？我是陈欣怡，是寻找乳房的导演跟编剧还有剪接，今年应该是44岁，年纪越来越大，其实就会意识到身体这件事情，因为他开始不管用了，他开始要进场保养了，然后他开始有各种职业病了。寻找乳房，它是一部关于女性借由身体在寻找自我的一个故事，里面采访了大概30个女性，她人生里面最私密的事情，关于身体的都告诉我了，关于月经啊，关于生产怀孕，然后或者是关于变老，或者是自己想要改造自己的身体，讨论生老病死。然后那时候可能已经有点开始发育了，所以大人就在旁边洗洗簌簌洗洗簌簌。我妈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她应该要赶快帮我买小可爱，把这些东西都罩住啊。大学之后去了法国，第一次去海滩，我那时候已经是成年女子了，发现它可以上空，我高兴死了，我没有任何的别扭，我就把衣服脱起来，我就开始在海滩上面跑。里面有一个他称他自己为半个性工作者啦，他在酒店上班，然后他母亲给他的教育是觉得女人美丽是不好的，你必须要靠头脑，这反而给他另外一种的规训跟压迫，所以他特别想要冲破那个。他没有比较低贱啊，我可以很骄傲的说，他跟思想是同等重要的。不是只有标准体型的俊男美女，他们才可以享有性爱的权利。汪琪他是一个直播主，我的确接触他之前，我没有想过胖体的情欲这件事情。他觉得说，为什么胖的人不能有享受性爱的权利呢？他当裸体模特儿的时候，在画室，他的姿态就是站在上面，然后很有自信的下巴抬高。我是一个女神，站在这里。每个人身体高矮胖瘦都应该找到他自己舒适的一个状态。他们不是看到我这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装着宝宝的女人。当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去摸摸她的肚子，那她可能会觉得，为什么？然后那个小孩会一直扒在她的身上玩。当她先生碰到她肚子，她突然哭了，可能是无意间的一个动作，可以引发她一个很身体很强烈的感受。然后她手放上来那一刻，我就哭了，因为我就忽然间觉得说，肚子是我的。它并不是只是一个装着宝宝的一个容器，它也不是她大女儿的一个玩具。当然还是挑战了我很多的想法。女性当进入家庭以后，怀孕以后，她的自己是在哪里？在医院的生产流程好像母猪哦，推进去之后，你也不要问啊，就先来剃毛啊，剃毛干嘛？就是全部都是标准作业流程啊。那个妈妈她其实自己是一位医疗线的记者，她的第一胎经历过过度医疗的生产过程之后，她决定要在家里医疗生产。你如果真的很痛，我们可以倒水吃。加油！好，加油！宝宝生下来，然后抱在妈妈的胸口的时候，她真的会自己去找乳房在哪里。胎盘那一位妈妈做了一个拓印嘛，她直接印在一张宣纸上面，其实真的蛮漂亮，很像一棵树，孕育这个生命的一棵树这样。所以那个胎盘带回家以后，处理之后煮来吃，在中医里面它其实是可以解孕妇的忧郁症。那我自己觉得那比较像是一个仪式，生产它是一个仪式，然后把仪式的过程扩展到在家里把孕育生命的这个胎盘煮来吃。小白跟导游吃一下啊，赶快进来了。我人生有太多觉得我想不明白的事情了，然后我透过拍片这件事情去寻找答案。那在寻找乳房里面，我在寻找一个自我身体处在这个社会该用什么样的面貌去面对大家的这个基本的课题。